朋友們，今天咱們重點講講皇馬即將在周二迎戰本菲卡的歐冠淘汰赛。但首先復盘一下今天的足球比赛和各種消息。春節就要來了，大家的心情一下子又不一樣了。感謝大家這一年来對老 K 的陪伴和支持，也祝大家万事如意，闔家幸福。謝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咱們這個節目也值得您點一個訂閱。好，這就開始。今天沒想到啊，在巴塞羅那丟分的時候，馬德里競技本有希望迎頭趕上，可是竟然客場3-0完敗給巴列卡諾。比賽第40分鐘，巴列卡諾在右路傳中，費蘭托雷斯輕鬆推射破門。上半場第45分鐘，巴列卡諾在前場完成了反搶，依然是右路傳中，巴倫廷跟进破門，再下一城。下半場第76分鐘，左路的一個45度傳中，洛貝爾門迪後點頭球破門。所以说本賽季啊，真是誰贏巴薩最後都不好過，贏巴薩就像是得了詛咒一樣。馬德里競技一不小心就觸發了巴薩網語。當然了，這只是咱們聊天，實際上真正的原因是國王杯剛剛打完巴塞羅那，2天就要踢聯賽，這種賽程真是受不了。朋友們，最近直播的時候，許多朋友跟老 K 一個感覺，我們這個頻道真的聚集了一幫高素質的老球迷、資深球迷，特別懂球。所以玩遊戲也是一樣，不要再玩那種碾壓型站立碾压型的割草遊戲了，那是電子盆栽，那不是遊戲。比如說老 K 推薦的 Raid 這個遊戲，你玩進去了之後，就感覺它就是一場數學競賽。在 Raid 這款遊戲裡面，你單純去堆攻擊力，那就是自殺。必須像個精密儀器一樣去調你的出手順序。你比如說送的這個英雄 UDK， 它不是那種只會挨揍的鐵憨憨它是能夠把對面的心態搞崩的戰略武器。首先不要只看防御，在高級競技場裡面抵抗resist 才是它的命脈。而且這個遊戲剛剛跟標誌性的大 IP 進行了重磅聯動，而且還把版本最強的坦克英雄給返場了。所以看完我今天的介紹，咱們的朋友可以白拿限定英雄，還有免費的傳說英雄，錯過就虧麻了。這一次就是 Raid Shadow Legends 這裡面的終極亡靈騎士 UDK 真的是回來了。新的玩家用這個碼 UDKing 就可以直接免費領。這款遊戲 Raid 我相信遊戲迷都知道3A 畫質，而且跨平台都能玩，搭配各種陣容也非常有自己的成就感。記住，大家透過老 K 足球新聞的專屬鏈接，還有這個 QR Code 下載遊戲的話，就可以獲得一個傳說英雄加一個史詩英雄。同時提醒大家，可以從6個可以用的兌換碼中選擇一個來用，又可以獲得一個傳說英雄。總之吧，千萬不要錯過限時活動先玩一玩再說。請在遊戲裡搜我的遊戏 ID KSoccer， 一起來玩吧。最近這段時間，馬德里競技在西班牙真是接過了英超曼聯的綜藝聯的本色。先是歐冠1-2輸給博德閃耀，然後又0-0被萊萬特逼平，眼看着在國王杯5-0脆勝皇家貝蒂斯吧，可轉眼3天後又1-0在聯賽輸給了貝蒂斯。這本周五剛剛4-0脆勝了巴塞羅那，周日就又在西甲0-3被巴列卡諾給拿下，屬於給球迷們餵口屎再塞口糖。所以這幾年馬競球迷也是真苦，一方面客觀上也認同西蒙尼在馬競的巨大作用，可每到爭取冠軍和榮譽的時候，馬德里競技總是讓人失望，屬於是贏了球就骄兵必敗，輸了球又馬上會哀兵必勝。那麼這一場輸球無疑是助長了半決賽次回合在0-4落後馬競的情況下，巴薩又想大逆轉。畢竟過去在歐冠，巴塞羅那對大巴黎是有過類似的行為。今天每日體育報就從7個角度論證逆轉馬競並非不可能，一共列舉了7個原因。第一，當然是由於巴塞羅那的強大。巴塞羅那此前18場比賽贏了17場，只是在皇家社會遭遇了一場不應有的失利。而過去的1年半，巴薩的這幫球員給球迷們斬獲了4個冠軍，帶來了無數的快樂。第二，挑戰越大，任務越艱巨，才越有價值，越值得享受。現在巴薩這邊所有人都認同，國王杯次回合逆轉馬競是一項難度極高的任務。第三，在馬德里輸球以後，弗里克立即提出要求，希望得到自己人，也就是巴塞羅那球迷的鼎力支持。因為在客場，馬德里競技的球迷給予他們的球隊那般壯觀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支持，實在是過於強大。第四，下一場比賽不可能再有第一回合那麼糟糕的判罰，那麼糟糕的 VAR 和裁判了。
首回合放過了朱里亞諾的一張紅牌，而且吹掉了一個看似合法的巴薩進球。第5點，全新的諾坎普球場還沒有迎來自己的第一個神奇之夜，現在正是啟用它的最好時機。到時候北看台的进球區還有真正的高壓鍋般的氛圍已經會準備就緒。第6點，如果馬競能在45分鐘內就攻入巴塞羅那4個球，那麼擁有亞馬爾、佩德里和拉菲尼亞的巴塞羅那90分鐘在自己球迷的鼎力支持下，為什麼就不能同樣做到這點呢？第7，因為這是巴塞羅那，這支球隊必須去嘗試所有不可能的事兒。巴薩始終將國王杯尊為真正的杯賽之王，正因為相信可以贏，才贏得了過去的32座冠軍。所以3月3日的這場國王杯半決賽次回合，巴塞羅那主場對馬德里競技，到時候一定會吸引全球所有球迷的目光。好，今天另一場比賽，足總杯第4輪，阿森納是4-0脆勝維岡競技。上半場僅僅11分鐘，埃澤擺脫後的精準直塞，馬杜埃凱單刀破門。8分鐘後，又是埃澤的直塞，再送助攻，馬丁內利突入禁區破門。然後4分鐘後，熱蘇斯門前搶點，導致對方亨特門前自擺烏龍。再是4分鐘後，第27分鐘，阿森納徹底打花了，內爾高的長傳，熱蘇斯單刀破門。今天的比賽，雙方真的不在一個水平上，30分鐘不到就進了4個，而埃澤和內爾高踢得很有創造力，敢傳威脅球。內爾高的一腳向前出球的能力還非常強，並且不占用球權，未來可以踢個後腰。而埃澤再次展現出他的靈性，但一腳出球有時候比較隨意，2次助攻的同時，今天也丟了不少球权。如果是踢英超的強隊，這樣丟球权會給自己防線帶來巨大的壓力。況且在英超，阿森納也拿不到今天這麼大的空間。而老 K 發现呀，每當對方是3後衛的時候，阿森納就是一陣亂殺。可當對方換回4後衛，並且4-5-1收縮中路的空間以後，阿森納的進攻就戛然而止。所以顯而易見，確實破中路密集防守的辦法，阿森納還比較欠缺。當然4-0領先的情況下，下半場阿森納也可以說是根本就不想踢了。對了，今天薩卡賽前是把他放在了左後衛的位置上，但真正比赛中，薩卡踢的更多還是前腰。賽後阿爾特塔也談到了這一點，他說今天薩卡在更靠中間的位置，離球門更近，對手也就更難時刻把握他的位置和動向，他也能夠和邊鋒互換位置，而且薩卡很善於找到空當，當他在那個位置的時候，他的拿球真的能給對手造成很大威脅。而埃澤今天為前2個進球送出了2次精彩助攻，他也进過一些非常精彩的球，而且我覺得他在进攻3區所展現出的意圖，還有他嘗試射門的次數都非常積極，這正是我對他所期望的。是的，所以今天阿爾特塔呀，利用足總杯的機會也練了一下自己的新戰術。薩卡其實踢前腰能夠對抗，也能傳能射，還能背身拿球，在中場無人可用的時候，不失為一個好選擇。目前阿森納的厄德高受了點小傷，之前阿森納是前鋒球員有人受傷，然後是後衛，現在又輪到中場有人受傷。但好在目前阿森納的陣容厚度還能應對，可是後面的比賽會越發艱難。英超方面，曼城已經追上來了，歐冠也即將進入更殘酷的淘汰賽。今天的勝利是阿森納時隔6年再次打進足總杯的第5輪，他們上一次還是19到20賽季，那個賽季他們最終也成功贏得了足總杯。所以今年的阿森納正如老 K 所說，正在聯賽、歐冠和足總杯3頭並進，走在一條類似於1999年的曼聯3冠王那樣的路，但最終是3冠王還是勒沃庫森那樣的3亞王，這還有賴於球員們一場一場比賽的踢，一塊一塊骨頭的硬啃。今天前30分鐘就打入4球，今天槍手也成為首支在英超时代能夠在足總杯的前30分鐘就攻入4球的球隊。今天馬丁內利在19分鐘破門以後，在本賽季的杯賽和歐洲賽事中的進球數已經達到10個球，他也成為自94到95賽季以來首位在單賽季相關賽事中達到這個數據的阿森納球員，上一個還是伊恩賴特。最近轉會窗這一塊傳出阿森納對國際米蘭的巴斯托尼有意，並且還盯上了國米的小將皮奧埃斯波西托。不過國際米蘭對皮奧的表現非常滿意，對他在一線隊的成長路徑充滿信心，球員本人也对國米給予的機會心存感激，所以皮奧離開國米的可能性不大，雙方的關係非常穩固。好，今天的視頻咱們重點展望一下2月17日即將進行的歐冠淘汰賽附加賽首回合，最重要的就是皇馬客場打本菲卡這一場。老 K 雖然是20年的穆里尼奧人迷，但旗幟鮮明的支持皇馬。首先最重要的好消息，姆巴佩已經全程參與了隊內合練，皇馬也沒有新增傷情，陣容情況相對穩定。之前在對陣皇家社會的比賽中雪藏了姆巴佩，
因為他之前左邊膝蓋有些不舒服，需要獲得一些必要的休息，目前已經完全恢復。現在就只有貝林厄姆、米利唐還有羅德里戈沒有回歸合練，3個人繼續各自的康復進程。他們已經確定無緣隨隊前往里斯本。而這一次踢穆里尼奧的本菲卡，老 K 認為最大的秘密武器不是姆巴佩，而是阿諾德。阿諾德復出以後，已經成為皇馬進攻體系中最不可或缺的進攻的組織者。就在上一场4-1大勝，阿諾德的一腳精準助攻證明了他的價值。對他，主教練阿維羅亞毫不吝惜讚美之詞。阿維羅亞說，看到阿諾德如何理解比賽，如何洞察空間，真是個非常令人愉快的驚喜。擁有這樣一位能夠根據時機選擇拉開或者靠近的球員，是一種幸運。所以阿諾德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邊後衛，他不會固守在邊路，而是根据比賽的形勢內收移動和換位。正是他的這種戰術靈活性，讓他成為現在進攻體系中的關鍵一環。另外，作為英格蘭球員，他確實繼承了貝克漢姆過去那一腳能把人看濕的長傳能力。球在他的腳下，就總能讓困難的事情看起來如此簡單。他的48次傳球成功了41次，成功率 85%；11 次長傳竟然成功了8次，成功率 73%。要知道，本賽季那麼多場西甲聯賽中，只有对阵奧薩蘇納時候的赫伊森的16次，比阿諾德送出了更多的長傳。而且儘管數據驚人，還不足以完全體現他的貢獻。看阿諾德踢球，整個比賽就像充滿了意義。每一次進攻行動都如此簡化，他總能開闢出意想不到的路徑。他的球很容易讓人想起貝克漢姆的那一腳弧線。阿諾德用自己的不可預測性來構建皇馬的攻勢，這正是過去的前主教練阿隆索苦苦尋覓的，而現在的主教練阿維羅亞已經開始加以利用。所以有阿諾德在，他每一腳像鑽石一般金貴的傳球總能畫出完美的弧線，能夠找到貢薩洛加西亞精心策劃的跑位，隨後球就簡單的应聲入網了。經過阿諾德腳下的每一次處理球都富有深意，讓皇馬的進攻推進變得輕而易舉。所以有他在，老將卡瓦哈爾即使再憤怒也很難再撈到上場時間。而且他倆的搭配還能夠互補，阿諾德負責創造力，卡瓦哈爾可以提供防守上的穩定性。對主教練來說，這就是風險和控制之間的完美平衡，也是未来皇馬多線作戰的最大保證。阿諾德現在只有一點，他的防守隱患確實很大。如果踢強隊，防守端的表現會不會讓皇馬吃太大的虧，這得值得觀察。但是不要忘了，皇馬的陣容中還有小隊长巴爾韋德在呢。皇馬的中場現在除了貝林厄姆之外，其他全是補鍋的工兵型球員，真的是完美契合。所以只要這幾個中場球員還在，阿諾德在皇馬就是在自己的舒適區，因為那幾個中场球員確實沒有什麼創造力。所以讓跑動覆蓋面大的巴爾韋德去右邊，主要是他右後衛也踢習慣了，這哥倆就可以無限換位。想起過去皇馬的左邊後衛馬塞洛的防守也不行，後邊也得有人給他補位。不過有一說一阿諾德雖猛，但還達不到當年貝克漢姆的45度傳禁區。貝克漢姆那一腳制導導彈，對方的門將根本出不來，因為球在路徑後段的旋轉太大了，比門將出擊的預判要多2到3步。當貝克漢姆退役以後，無論是阿隆索、克羅斯、德布勞內還是阿諾德，總還是差一些。最近著名的皇馬記者隆塞羅也是盛讚了阿諾德。隆塞羅說他在傷缺數月後重返首發，再加上呂迪格的愉快的回歸，卡瓦哈爾令人滿意的半小時，還有巴爾韋德在中場的統治級表現，以及維尼修斯在缺席對陣瓦倫西亞的比賽後的回歸皇馬再次令所有人傾倒。另一方面，馬卡報也稱讚，觀看阿諾德的比賽就像觀看瑞士手錶運轉一樣，他的每一次傳球，每一條線路似乎都顯得自然而完美。過去一段時間，皇家馬德里內部一直將阿諾德視為他只要能上場就可以改變比賽走向的球員。在他受傷以後，整个俱樂部一直在努力幫助他恢復。分析團隊早就強調了阿諾德對團隊的巨大重要性。另一方面，利物浦的舊將加里麥卡里斯特，這是另一個麥卡里斯特。他最近接受採訪，他認為阿諾德的離開直接讓薩拉赫的下滑嚴重，這也直接影響到利物浦整體發揮，因為阿諾德是一個能夠助攻進球、能夠傳球的頂級球員。老麥卡里斯特說，我也認為失去阿諾德對薩拉赫來說是件大事，因為他們在右路曾經有過的配合，無論是薩拉赫內切到中路，阿諾德高位拉邊那些小配合現在已經消失了。他們過去太了解彼此的比賽方式了。每當薩拉赫想轉身插向防線身後時，阿諾德就是那個能傳球的人。
失去阿諾德讓薩拉赫受到了很大影響，這正是不穩定的一年。這並不是說布拉德利不能為薩拉赫輸送炮彈，或者弗林彭不能融入並建立那種關係，但是這些都需要時間，因為阿諾德和薩拉赫之間曾經有過一種特殊的小默契。阿諾德在利物浦的整個時期，他的進球、數據、助攻和一切，他所有的數字都非常出色，他是一名頂級球員。所以27歲的阿諾德他恢復以後，老 K 認為他就是挑戰本菲卡皇馬最大的秘密武器。最新的報道，阿諾德肯定會首發出戰本菲卡，這一點毋庸置疑。哈哈，這兩天很有意思啊。利物浦的索博斯洛伊給阿諾德評論完又去給小熊維尼修斯評論，看得出索博真的是兒皇夢，真的是想來皇馬，就看未來這件事兒該如何運作了。好，昨天是情人節，維尼修斯的女友弗吉尼亞在社媒曬出了小熊送出的鮮花荷包，並且表示小熊送的包選得太對了。弗吉尼亞寫道，情人節在這裡，我一進房間就看到為我和孩子們準備的驚喜，他總是用自己的方式陪在我身邊，我愛你，親愛的維尼修斯，謝謝你為我做的一切，那只包真的選得太對了。我穿着比基尼、短褲和運動鞋，只因為剛在30攝氏度的高溫下訓練完，狂歡節馬上就到了。隨後小熊留言表示，這是第一個，後面還會有很多個，我愛你，謝謝你一直為我所做的一切，薇薇永遠。值得一提的是，這場比賽對陣皇家社會，維尼修斯進球以後就是比出了微微的手勢。OK， 咱們再看看曼聯。最近曼联的芒特呀，在卡里克上任以后無球可踢，媒體分析了他在曼聯的處境。當陣型改為4-2-3-1之後，芒特要為一個主力位置而競爭，競爭對手正是 B 費。但無論主教練是誰， B 費都肯定會是首發，所以芒特在曼聯現在無球可踢。如果能以2000萬英鎊左右的價格出售，那曼聯就足以在財政公平規則下避免虧損，這個價格也能吸引到買家。不過芒特的傷病還有高工資，又可能讓一些追求者望而卻步。是啊，所以過去芒特是為了阿莫林的3-4-3戰術買來的，但現在陣型改了，倒不是主教練的問題，可客觀上又確實是一朝天子一朝臣，30年河東30年河西。從芒特本賽季上場的有限時間來看，他的能力肯定是有的，就有一點身體比較玻璃，一年可能一半的比賽都踢不了。好，另一邊意甲在最近科莫队輸給佛羅倫薩的比賽尾聲，替補球員莫拉塔與對方的球員曼德拉戈拉發生衝突，隨後被出示黃牌。不久之後，他又跟對方後衛盧卡拉列列起了衝突，最後裁判將這位33歲的老將罰下場。莫拉塔的情緒非常激動，做出各種瘋狂的手勢，完全失控，憤怒地走下球場，由隊醫團隊進行了安撫。當時他甚至和主教練法布雷加斯吵了起來。賽後，法布雷加斯公開批評了他，他說道，挑釁是足球的一部分，如果無法接受這一點的人，應該去做其他運動。他是一個經驗豐富的球員，我在這方面對他有更高的期待。我不喜歡找借口，我們必須專注於自己的比賽，別人說什麼不應該影響我們。法布雷加斯說的對呀，遙想起當年17到18賽季，法布雷加斯給莫拉塔餵了多少餅，可莫拉塔一直終結能力就不太夠。看看他的數據，本賽季在聯賽沒有進球，只有1個助攻，上賽季在土耳其6個進球1個助攻，更早之前在 AC 米蘭只有5個進球。老 K 個人覺得莫拉塔一直是一個被高估的球員，作為身高1.90米的高中鋒，進球數據不夠，這怎麼都看着尷尬。好，咱們再關心一下前阿森納球員金琴科，他在阿賈克斯主場的比賽中早早受傷，開場僅僅2分鐘，他的膝蓋就被撞到了，很快就無法繼續堅持比賽，所以在加盟阿賈克斯的首次首發僅僅2分鐘就傷退。只有29歲的烏克蘭邊後衛金琴科過去幾年真的過得很不如意，但阿森納球迷仍然要感謝他當年來到阿森納實打實帶來了2座亞軍，也算是有貢獻的。好的，春節要來了，祝各位球迷朋友新年快樂，芝麻開花節節高，龍馬精神萬事如意。也感謝大家的點讚和評論，也感謝您點一個訂閱，咱們明天再見。